ただ似てる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ありませんね。似てる。あまりにも似てる。まだ奴を疑っているんですか？正直自信がないんだ。軍に入って5年間、私の鼻は利かなくなってき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る。ここでは不思議なことがたくさんあるからな。奴はただの盗客です。忍者ではありません。読み書きもできない、ただの盗客です。考えてもみてください。もしあの女が奴の夫人、いや夫人や親しい人で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ましてやどんなに残酷であったとしても、忍術を得得した人でなければあんなことはできやしません。大佐は長年修行してきました。普通の人なら耐えられません。その通りだ。普通の人なら到底無理な話だ。だが奴は盗客だ。人を殺したこともある。人を殺すことに盗客は慣れている。そこが引っかかる。しかし盗客といえど親しい人を殺すには英雄的な勇気が必要だ。英雄？あの読み書きもできない馬飼いがですか？忍びの極意は心を消すことにある。隊長、何と言っていた？あいつ自分はただの馬飼いだから隊長のことを知らないって言うんですよ。そうか。下がっていい。今天这个翻译来找你，一定是试错的意思。你那一招我看懂了，欲擒故纵。可我想，这样你会不会少了个机会呀？不会，换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作为朋友，是他不信任我，从心理上，他现在是欠我的。大佐、そろそろ休まれた方が。もうあの盗客のことを考えなくても我々にはまだやるべき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うだったな。ただの盗客に心を使いすぎた。私らしくない。ドゥラインはどうだ？しっかりと見張っていますが、今のところ異常はありません。引き続き監視を続けろ。あとドイツ野郎もな。はい。あとファンジェンドンには明日これを返してやれ。马加多，喂，马加多。持ってけ。持ってけ。
小时候召开连排级干部会议。那我们的请战书是不批了没有啊？请战书这事儿我不知道，但是东方介说8、9不离10。8、9不离10，8、9不离10了，8、9不离10了。喝水自己倒。我走这几天，士兵有伤亡吗？有2个得了疟疾，已经送医院了，其他训练一切正常。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请战书不是批下来了？我从你脸上看不到一点高兴啊。自打我知道要带学生兵进中桃山的那天起，我的心就开始煎熬。没打仗之前，我是烦心。这师部批复下来，我就更加煎熬。你我都清楚，带这帮血气方刚的孩子去打戒备森严的日军机场，结果是啥？从这个层面上，我宁肯师部没有批复。可你没想到批复下来了，还给了咱们这么多武器和装备。不，我想到了，而且你也应该想得到。3军是正规军，但都不是陕西兵。我们去打机场，打下来很好，打不下来，损失的是这批陕西的虎血，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一点也不会心疼。这不是38军撤防中条山的唯一原因。38军和共产党走得太近，委员长不放心。而且你也应该想得到，准备准备吧，快到开会时间了。你说我该怎么面对那一张张笑脸？怎么面对那一颗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我们一起。黄振东，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带他出来吃点嫩草。全て軽傷で骨折などは見られません。おそらく軽い脳震盪でしょう。ああ、一番いい薬を使ってくれ。さっきは鎮静剤でもう少し眠らせておきますが、もし何かございましたら私を呼んでください。分かった。はい。
我要进去啊，我的朋友在里面，他摔了一下，他就我去看看啊。来喽！你不要乱动。谢谢你，救了我，是用舍己为人的方法救了我。怎么样了？头还晕吗？没事，回去了。哎，今天就住在这里吧。刚才君毅说你还不能走。这些是我最爱吃的，吃点吧。这生的能吃吗？当然能吃。怎么样？好，多吃点，多吃点啊！这个很好吃啊，多吃一点。你今天的情绪不错，是不是组织上有什么新任务了？是，我们已经度过了休眠期，可以重新工作了。工作的重点仍然是绘制机场的平面图，搞清鬼子的人数、布防以及换岗时间。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设法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让飞机无法起飞。那么就是说，你们国共两党要联合起来，一起把这个机场拿下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最难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攻打的那个时间节点上让鬼子的飞机飞不起来。要是一两架还好办，要是十几架同时不工作，那就太难了。可是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做。那把刀是真正的日本武士刀。那幅画是我们日本的富士山。你别老伸手。你看得见我呀？我能感觉到你。你练的这是什么功啊？忍术。你5岁去学忍者，练的就是这个？是的，我从小就练习忍术。忍术还是从你们的《孙子兵法》中演变而来的。那孙子是谁呀？你们中国2000多年前的一个军事家。我们老祖宗还是有能人的。只是现在中国人不记得了。你给我讲讲你练的这忍术吧。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那你就用我能听懂的话说。忍术是一种锻炼人意志、挑战人生极限，把一个普通人变成精灵的方法。精灵？那就是说，练完忍术的都不是人喽？可以这么讲，学习忍术的人就是忍者，真正的忍者可以
的无情、无义、无牵挂，不为世间任何诱惑而心动。忍者可以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饥饿、寒冷和亲人的生离死别。这跟我们刀客也差不多呀。风餐露宿，拿钱换命。这么说，我应该算得上中国的忍者了吧？真的，我一生下来就无牵无挂，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那么举个例子说吧，如果你是忍者，即便你真的是那个姑娘的亲人和丈夫，忍者就可以做到毫无心动、冷酷无情，而不像你吓得被鬼魂附了体一样。睡觉吧，你今天受了不少惊吓。你怎么不睡？睡着呢。刀客是坐着睡觉的。我们刀客睡觉都坐着，我已经这么睡了20多年了。太有意思了，我坐着睡觉也快有30年了。从我5岁去当忍者起，看来忍者和刀客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你们忍者有点像独行侠，独来独往惯了。你们刀客呢？刀客是一伙子兄弟，讲究的是兄弟情谊。就像今天我救你，刀客可以为兄弟去死。我喜欢你们刀客，我们可以成为兄弟。爷跟你一宿没回来，我就一宿没合眼。那想咋样？伤口已经往好了长了，抹了从潼关带来的杜先生的药，已经开始长肉眼了。没别操心。这笔账我先给他记着，慢慢算。先跟他拜了把子再说。你要跟他歃血为盟？办事儿。哈。我跟你这么长时间，咱都没拜了把子，啊，你这就跟他拜把子了？咱俩不用，咱俩天生是兄弟。啊，你这心里还真搁得住事啊！我查了一些资料，如果航空汽油被稀释了，在原理上发动机是无法工作的。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呀？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说点别的吧。你那个养马的弟弟太厉害了，自从他救了师村以后，我看他经常出入生活区，那个翻译也不再盯他了，还时不时的跟日本兵打招呼，一副憨憨的样子，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最了解他了，看着憨，其实一点都不傻。他如果能和师村真正成为朋友，就可以自由地出入机场。他能想出来的那些办法，是我们这些读书人永远都想不到的。你的未婚夫万子清现在有消息吗？听组织上说，他们第5集团军也在准备攻打机场的方案。在你们中国，什么事都能发生，这也是我愿意留在这儿的原因。什么意思啊？国民党、共产党还有一群刀客紧密合作来炸毁这个机场，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我一点也没觉得有意思。
因为万众一心，我们都是中国人。喂，王振东，今天跟我出去跑一圈怎么样？我这干活呢。おい貴様、こいつの代わりに残りを全部やってやれ。はい。走吧。退。你这有意思，还真的把针带来了。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练忍术的时候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我想试试，你别蒙我呀！哼，你真是一个认真又诚实的人。刀客都这样，我相信你们忍者也应该这样。可以开始了。你没有扔，我怎么能听得到？我听到有一根针落地了。又有2根针落地了。行，确实厉害。你是除了我师傅，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会真功夫的。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这只是忍者天生的小伎俩。忍者还可以易容、隐身、锁骨、辟谷、刀剑行走、水底憋气，还可以土洞藏身。你这功夫练了多少年？在中国这几年，练得少了。你们家原来是做什么的？世代打刀，有600年了。打刀？那你干嘛还当忍者呀？因为我下面还有4个弟弟妹妹，在日本，只有穷人才去当忍者。咱俩一样，刀客也这样。不过你比我好，我是从生下来就不知道爹娘是谁，也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姐妹。虽然练了这么多年，可每当想起我母亲的时候，还会心就常常在梦里梦见她在火炉前打刀的样子。你做了这么多年忍者，有没有失手的时候？就是过不去的坎儿。这是我一生中的耻辱，也是一生的荣耀。那个人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真正对手。我记得他叫万子清。是个中国人。是一个中国的军人。中国的忍者？
中国哪来的忍者？很可惜，后来他被革职了。什么时候的事？去年冬天，我一直在苦苦地寻找他。他当时是潼关最高的军事长官。此前我对他做了大量的情报调查。为了找回潼关的重炮阵地，我走遍了潼关的沟沟坎坎、大街小巷。可当我带着部队潜入潼关以后，很快就被他发现了。他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按兵不动，将我诱入他的圈套？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想明白。最终，我的分队几乎全军阵亡，只剩下我们一个3人战斗小组，像只被追杀的狼一样隐藏了起来。你不知道潼关那个地方冬天是很冷的，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潼关都快被炸成焦土了，可是万子清始终按兵不动，没有开炮还击，像是一个真正的忍者。最后那3天，我们3个人在没有粮食、没有水、零下30度的气温下，一直坚守着，和他做着最煎熬的心理较量。那么冷的天，不吃不喝，还能活着，你逗我呢吧？只能喝自己的尿了。你猜，我们3个人躲在哪儿了？哪儿啊？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喝尿？喝谁的？谁有喝谁。问到最后，你也没问问他。你既然尿都喝了，命都可以不要了，那你大老远你来我们中国，你图什么？他说咱家有好东西，他家没有，但他又需要这东西，他就来了。人家说咱家人虽然多，可一人一个心眼儿，各顾各。人家人叫啥？一心。万众一心？差不多是这意思。别说了。来都来了，想个招跟他们对着干吧。我们家有好东西，他们家没有，就来我们家抢啊！这他娘是什么道理嘛？谁叫你们家的人都各顾各呢？人家说的没错，你想想当年你那样，给你口吃的，给你俩钱儿。你就伺候人日本人去了，你家要有好东西，我也去抢，不抢白不抢。现在我真是觉得当年万子清是挺不容易。是嘞，你看啊，当时万子清领着国军护着重炮，站在明处了，那石瘸子他趴在地下。破坏咱重炮是在暗处，明枪一躲，暗箭难防啊。所以说，咱们的胜算还是很大的。咱们现在就像当年的石村，咱们在暗处，他现在像当年的我，在明处。
哎呀，什么命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咋去想个办法把他那飞机给炸了。哎，你不说你要让那瘸子当你的通行证啊？你通行证来？喂，お前ら何やってんだ！おい何やってんだ！おいおい！误会，我没有通行证，他听不懂，没事儿，误会啊。什么？彼はな、俺の友達だよ。親友だ。覚えとけ。今後彼がどこへ行こうが、決して止め立てすることはならん。はいはいはい。返事は。今我想进去一趟。以后遇上事儿多想几遍，想不出来想100遍。从今天起，咱俩就是兄弟。兄弟。
最近飛行機の離発着が減ってきたな。なぜだ？空軍に聞いたところ燃料の不足だそうです。ああ、いや西へ進む計画は延期だな。そうですね。結局西へ行くのか南下するのか、参謀本部も頭を悩ませている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戦略物資の不足、伸びきった補給線、これどうにも動けんぞ。さてどうしたものか。大佐、あまだ作戦を考えるつもりですか？すでに6個目です。大佐が戦わないことも帝国にとっては一つの損失です。この作戦には一つ弱点がある。大きな弱点だ。どんな弱点ですか？ファン・ジェンドンが解決してくれるよ。中国語で言ったら同じ穴の無地なってことですか？そこまで言うか？怎么这么闲啊？我刚才在做攻防战术推演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破绽。我想听你说一说，借你的智慧一用。我打仗也不懂，你问我也没用。哼，可你懂马呀？驯马没错，问马就对了。我的马队速度快，机动性强。可我发现，如果我的敌手一旦接近了飞机，我的那些马能不能不受飞机轰鸣的干扰，尽可能的靠近飞机，全歼敌手？你是说你那些东洋马是害怕这飞机？是啊，这些马原来只是巡逻，并没有真正靠近过飞机。你笑什么？我呀，原来有一回给人押货，要经过一片沙漠，这商家呢就雇了一匹骆驼。我们刀客哪见过骆驼呀？从来都是骑马。结果这马呀，一见了骆驼，呵就炸了锅了，跑的到处都是，那货也扔的四处全是。那后来怎么样了？结果我花了5天的时间，就牵着那马在那骆驼面前来回的溜，那么溜来溜去，他们俩熟了，不害怕了，这才上的路。我亏了50多两银子。有意思。好，方振东，从今天开始，让马们习惯飞机的轰鸣声。一会儿我就通知我的守卫队，你可以自由出入机场。啊，对了，你先骑那匹黑马去。你倒挺会算计，你是心疼你那些东洋马啊？你不是说我们东洋马水土不服吗？是吧？好，谁让我拿你当兄弟呢？这兄弟，我啥话不说了，我答应你。